师就是不太喜欢待在家里面的人。虽然我们家还蛮舒适啊，很适合工作做东西，但是我们有机会的话，还是都会尽量往外面跑。老师就最近走路经过这边，然后就发现这家咖啡，可我们不知道这间咖啡原本是长怎么样，但是他现在就是把它改造成，就是欢迎大家来这边工作，所以老师就觉得很适合、很值得拍一下给大家看。因为疫情之后，就是新加坡很多饭店啊、餐厅啊、咖啡厅，他们的生意都有受影响，所以他们就很快速应变，就是与其把这些空间空下来，那还不如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要 work from home， 可能在家里面没有空间，那就可以来外面，然后还是可以工作的很舒服。好大的薯块！你不要小看哦，其实全部看起来就它最好吃。因为像我就不想要在家，可是也不想要去那种共享办公室，就是签配套。我就喜欢每个咖啡厅跑来跑去。像今天这间就是最低消费18块，你就可以拿来点餐点啊、点咖啡，你就可以在那边坐4个小时，就也不会打扰你。而且我们就觉得大家都是来这边工作的，所以好像就少了咖啡厅聊天那个感觉。那包括你有时候突然要接个 conference call 啊，或是开会啊，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就是 respect 对方，就是反正你就是来这边工作的。然后我们就觉得这边食物还 OK 啦，但是环境很舒服，就冷气什么 OK， 然后室内大家的生意很 OK， 而且他都会给你延长线，就是你可以使用电源。所以我跟老师觉得以后我们应该会还蛮常来的。先给你喝一口。好喝吗？哇哦！你喜欢吗？还行。你觉得会不会太长？好像有一点。好像可以再短一点哦。抓一抓就好了。但你的脸太肉了，还是长一点好。好好看哦，好好看哦。谢谢。要怎么加？我要来吃。你不也拿一个围兜兜吗？这个怎么用啊？对啊，你把那个调味料，刚刚那些花椒油啊，什么香菜拌一拌。那之前 Kobe 都是来外带，他会帮我拌好。今天我们自己拌，味道不知道好不好。我先喝一口汤看看。我真的变心了，我以前比较喜欢麻辣香锅，但是我现在更喜欢麻辣烫。我已经不想吃麻辣香锅了。我要吃一个豆泡，蘸我的油碟，蚝油、麻油、蒜泥碟。会不会有点太淡了？那可以再咸一点。我觉得刚刚好吧。它后面有放你下辣椒油吗？有，可是辣椒油应该不是咸味的来源吧？我现在只有吃过张亮的，我要吃遍所有新加坡的麻辣烫。麻辣烫怎么这么好吃啊？那新加坡还有哪一家麻辣烫？还有很多中国的品牌，我们都还没吃过啊。下次我们去吃哪一家了？变软了。我都跟你说了。很浪费哦。喂，我刚才还想说，上一桌的客人怎么吃的这么脏啊？你看看我，还嫌别人。I like to get the long successful overnight. 2-hour package 15块 ，4-hour package 24 ，full day package 44。我们选这个位置好了，这个你刚好用电脑。Thank you。
前几天我不是去拍了一家咖啡厅，就是他把它改造成可以去工作上班的地方。那今天我是来到星耀张仪的，就是原本是给 VIP 旅客的休息室，但是现在旅游业就是很冷清嘛，所以他就把它改造成就是一般人可以进来一日上班的地方。我今天买的是4小时的配套，然后他有卖2小时跟1整天的。那4小时的配套就是给你2杯饮料跟1个面包。然后我刚刚有问他，就是他有跟外面的餐厅合作，所以他是可以点餐点，但是禁带外食。我刚刚就走了一圈观察一下，因为如果是要来这边工作的话，就是插头啊跟椅子桌子的高度就很重要，因为你可能要用电脑，然后你要帮你很多东西充电。那我觉得这边都还蛮不错的。这边有比较高的椅子，也有比较低的沙发，所以如果你想来这边，你不想用电脑，你只是想要一个很大的空间，舒服一点，看书啊，或者是玩手机 ，I don't know， 就是这边也还蛮适合的。B， 我觉得住在豪宅的感觉应该就是这样吧。你是说很大吗？有人有在看那个脱口秀大会或是吐槽大会吗？其实我人生还有一个愿望，就是你觉得40岁高龄出道做脱口秀演员，你觉得这辈子有机会实现吗？你想要当啊？我喜欢脱口秀，至少可以去当写剧本的，不一定要上台表演。这里冷气很强，要记得带外套。可是我们上次买这个有装木架的家具是怎么把它拆开来的啊？是要拿那个老虎钳把它夹开吗？好像吧。我觉得有钉子的东西都要小心手，被弄伤了要打破伤风哎！呸呸呸！这会弄坏的，不可能。因为我下面是玻璃。它是玻璃啊？对啊，它不是木。玻璃。所以如果你刚刚用这样杠杆去敲它的话，玻璃。我以为它是木来的。是玻璃。我都不知道它是玻璃耶，我昨天还随便放耶。就是因为它是玻璃啊，所以它才分开海运，因为淘宝不送。哇，这样有点压力了。可是很巧，因为我们刚刚看完《鱿鱼游戏》，这个是钢化玻璃，哈哈。我不会被淘汰吧？你不能用那边做支点啦。你干嘛不在那边翻？你去哪啊？啊？你干嘛不在那边看就好了？看什么？我在放这个。你先打开看吧。没有啦，应该没事。我刚才看了眯了一点点。你先打开看，不然我真的录不下去了。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里面，这应该不用组装了。今天我们要跟我们家的旧的 coffee table 说拜拜了，因为我们一直在找茶几，可是一直找不到喜欢的样子跟或者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价钱，所以我们就一直留着从旧家搬过来的茶几。虽然它已经很丑了啦，然后还有很多地方都已经斑驳坏掉了，但是我们买东西就是想要一直等说那个 Mr. Right 出现。好看吗 ，BB？ 好看。你是不是完全没有料到我是买这种样子的？对啊，我们之前沟通都没有讲过会走这个路线。怎么办？以后如果有一点点指纹，你就会受不了哎。我有想过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 fingerprint magnet。今天我们家吃豆皮，我跟老师非常喜欢豆制品，不管是豆腐、豆花、豆干，我们都很喜欢吃。老师甚至于说他老了之后牙齿不好，我每天煮豆腐给他，他就我都愿意，很满足了。总之就是像豆皮，就是我们家永远的冰箱常备食材。我们在台湾叫豆皮，可是你们这边好像叫豆包，里面长这样。我今天用6片，吃火锅的时候大家有吃过吧？接下来收起来。今天
我们就直接在那个 Island 上面煮，因为我跟老师最近很迷那个 Gordon Ramsay， 就是 Cooking in 10 Minutes， 就是想说，我也想要在吧台直接煮饭，然后什么的。那我先把等一下要用的辛香料先切好，我先切葱，葱切成段。 这边葱段跟葱绿分开来摆，再来我们切姜，这个用个3片，我觉得差不多。你体寒，多给你1片好了。最后我们来切大蒜。 大蒜我要切有点细末，因为我很怕热，老师非常怕冷，所以我们家开冷气的时候，老师都会受不了。他体质比较寒，所以他需要多吃一点姜。大蒜要切成蒜末，刀工不错嘛。 你也可以练啊，你可以每天煮饭练啊。好啦，也不需要太细到蒜泥一样，就是小小粒就可以了。3粒好像有点太多了，2粒就可以了。但没关系，我们喜欢吃蒜味重一点。现在我们来切一颗牛番茄、大番茄。 切不要太小，切有一点点块状，因为它等一下要煮了之后还会有点缩。这道菜就是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大人小孩都喜欢。那我们现在豆皮是需要先煎的，所以我们先来煎一下豆皮。我的油嘞。 油回来，烤是热了，下豆皮，豆皮有点湿，等一下可能会油爆。擦擦干。好，我们现在表面已经煎到，你看有点像脆脆焦焦的，就可以关火了。先把它拿过来，我们要切，一片一片切好了，对切。豆皮都对切好，我们先放在这边。这锅子的油都不用洗，不用倒，我们要继续接下来煮酱。继续开火，再一点点油，一点点就好了。我们把姜片先放进来。 香味出来之后，我们放葱白，葱绿比较容易烂掉，所以我是起锅前我才会放。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麻油，因为麻油很香，所以跟这道菜很配，一点点就好。葱的香味也出来了，我们放蒜末。 好香好香！好，这个不用炒太久，我们要放一个很重要的调味料，就是番茄酱。直接来了。再来放我们的番茄。 接着我们放酱油，
我喜欢酱油味多一点，所以我酱油放大概这样。喜欢吃甜一点的人，你们可以放一点白砂糖在这个时候。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酱油跟番茄酱就已经很甜了，所以我们家就不会再另外放白砂糖了。均匀搅拌之后，我们现在可以来加一点水，加大概这么多。那我们等一下还要把豆皮放进去煮。我们把豆皮放回去。然后在这个番茄汁里面微煮一下。我买的这排豆皮已经试过很多次，大概微煮在8分钟左右，它就软了，我就可以把它夹起来了。所以大家买的东西不同，可能都要多煮几次，才会知道怎么样最好吃。现在我们都把豆皮夹出来了。那这边有汁，我们要先收一收，然后收到刚刚好的时候，把它淋在这个豆皮上面。我们把刚刚最后的剩下的葱绿放下来。好，这样大概差不多了，我就关火了。把它淋在这个豆腐上面。这样酸甜酱烧豆皮就做好了。拿上面的话沾一点那个酱汁，酸酸甜甜。这个酱汁其实还蛮万用的，因为可以煮很多什么，就很像番茄炒蛋的口味啊。但是今天是豆皮，你可以煮面肠啊，什么什么都可以。小心烫，其实一点都不烫，我就拍到菜都凉了。可是还是习惯性的会说小心烫。大家一定要试试看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这个是我们家的 Top 3。Do you recall when we were young, running from all things at once, without thinking twice? And I knew it would catch up, and that we would be the ones left behind. The stories I've been told